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全世界最大的软件公司近期跌了15%，然后一个亿万富翁花了23亿美元抄底，说这是近年来最好的买入机会之一。他把谷歌的仓位砍了95%，把钱全部搬到了微软。他叫 Bill Ackman， 他的基金叫 Pershing Square， 微软现在是他的核心持仓。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先说微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微软代码 MSFT， 目前股价大约421美元，年初至今跌了15%，在4大科技巨头里表现最差。同一时期，谷歌涨了， Meta 涨了，亚马逊涨了，只有微软在跌。问题不是业绩不好，恰恰相反，微软近期发布的第3财季财报全面超预期，收入829亿美元，增长18%，超出华尔街预期的815亿，每股收益4.27美元，超出预期的4.06。Azure 云服务增长40%，超出指引的37%到38%。那股价跌15%是因原因3个字：怕花钱。微软宣布2026日历年的资本开支将达到1900亿美元，比2025年高出61%，比华尔街之前的模型高出了350亿。这些钱几乎全部用来建数据中心和买人工智能芯片。市场的担忧很直接，花这么多钱能赚回来吗？毛利率已经从70%降到了67.6%，是2022年以来最低。原因是数据中心的折旧在加速，每建一个新数据中心，折旧费用就要开始吃利润，资本开支越高，折旧压力越大，利润率越被压缩。更深层的担忧是人工智能对微软传统软件业务的冲击。微软70%的利润来自2个产品 Office 365和 Azure。Office 365是全世界用的最多的办公软件，Excel、Word、PowerPoint、Outlook、Teams 4亿5千万日活用户。Azure 是全球第2大云平台。现在的问题是，人工智能工具正在改变人们使用软件的方式。越来越多的用户发现，直接问 ChatGPT 一个问题，比打开 Excel 做表格更快。让人工智能助手写一封邮件，比自己在 Outlook 里码字更高效。如果人工智能最终能替代大部分办公软件的功能，微软的 Office 365订阅还值不值原来的价格？这不是假设，已经有创业公司在做人工智能原生办公套件，直接用自然语言交互替代传统的图形界面。你不需要学 Excel 的公式，直接说帮我做一个按月份分类的销售报表就行。如果这类产品成熟了，微软的传统优势、复杂的功能和深度的可定制性反而可能变成劣势，因为用户根本不需要那些功能了。微软的应对是把人工智能直接塞进了 Office 里，这个产品叫 Copilot， 每个用户每月加收30美元。3个月前 Copilot 的付费用户是1500万，近期的财报显示这个数字涨到了2000万，3个月增加了500万付费用户，增速很快。但有2个隐患。第一， Copilot 的推理成本很高，每次用户调用 Copilot， 后台都要跑一次大模型推理。当2000万用户每天都在用的时候，推理成本是天文数字。微软没有披露 Copilot 的具体利润率，但分析师估计目前可能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第二，竞争。谷歌有 Gemini，已经深度整合进了 Gmail 和谷歌文档。谷歌云上个季度增长63%，增速远超 Azure 的40%。OpenAI 在跟微软解除独家之后，把模型同时部署到了亚马逊的 AWS 上。微软不再是 OpenAI 的唯一分发渠道，这对微软的打击远比表面上看起来严重。之前，微软是 OpenAI 技术的独家云合作伙伴。所有想用 OpenAI 模型的企业都必须通过 Azure， 这是 Azure 增长最强的驱动力之一。现在独家没了，亚马逊和谷歌也能卖 OpenAI 的模型了， Azure 的护城河被削弱了。
艾克曼对这些担忧的回应非常直接，他说，微软的1900亿资本开支不是在烧钱，而是在做一个必要的前期投资。Azure 的基础设施建好之后，会产生经营杠杆，收入增长会快过成本增长。他把这个叫做 J 型曲线，先往下走，再往上探。艾克曼用了一个类比，2005年到2010年，亚马逊疯狂建仓库和物流网络的时候，利润率也被严重压缩，股价长期不涨。但一旦基础设施建好了，经营杠杆开始释放，亚马逊的利润率和股价都爆发了。他认为微软正在经历同样的阶段。他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篇长帖子，披露 Pershing Square 从2月份开始建仓，买了570万股微软，价值大约23亿美元。他把微软定位为核心持仓。他的核心论据有3个。第一，估值。微软目前的远期市盈率大约21倍，跟标普500的平均水平差不多。过去几年，微软的平均市盈率在30到35倍之间，21倍是近年来的最低水平。艾克曼说，用市场平均价格买全世界最强的软件公司，这种机会不常见。GF Value 的估值模型给微软的公允价值是549美元，比当前价格高 25.5%。华尔街51个分析师里0个给卖出评级，平均目标价561美元，暗示 37% 的上涨空间。第二，护城河。微软的 Office 365和 Azure 加在一起占了公司 70% 的利润。Office 365有4亿5千万日活用户，切换成本极高。全世界的企业都在微软的生态系统里。更换办公软件意味着全面培训所有员工，迁移所有数据，重建所有流程。这个切换成本是 Copilot 最大的护城河。用户不会因为谷歌的 Gemini 好了一点，就把整个公司的办公系统换掉。第三， Azure 的加速。Azure 上个季度增速 40%， 超出了管理层自己给的 37%到38%的指引。下个季度的指引更高， 39%到40%。管理层说下半年还会温和加速。纳德拉说，微软仍然处于产能受限状态，一个季度新增了1000兆瓦的容量，但仍然不够。如果有更多的数据中心容量， Azure 可以卖得更多。这是一个好问题，产能不够说明需求太强。微软目前是在有货的情况下卖不完，而不是没需求卖不动。这2个问题的性质完全不同。商业合同储备6270亿美元，同比增长 99%， 翻了1倍。纳德拉在电话会上还透露了一个效率数据，微软把新芯片从到货到上线的时间缩短了 20%， 推理吞吐量提升了 40%。 这说明花出去的钱正在变成更高效的算力。艾克曼同时把谷歌的仓位砍了 95%， 从610万股减到了31万股。他没有解释原因，但时间点很说明问题。谷歌云虽然增速最快，但谷歌面临的反垄断风险远大于微软。美国司法部正在推动拆分谷歌的搜索业务，微软面临的反垄断风险远小于谷歌。艾克曼直接用仓位做选择，把赌注从谷歌搬到了微软，从610万股谷歌减到31万股，同时买了570万股微软，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纳德拉在财报电话会上的表态也值得关注。他说，微软专注于为每一个企业提供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让他们在智能体时代实现最大化产出。智能体时代这5个字是纳德拉反复在用的，他的意思是未来的软件不是人去操作的，而是人工智能代理替你操作的。你告诉 Copilot 你想要什么结果，他替你打开 Excel 做分析，替你写邮件，替你安排会议。人不需要学软件了，软件学人。如果这个愿景实现了，微软的 Copilot 就不只是一个30美元的附加功能，它是整个办公流程的入口。谁控制了入口，谁就控制了用户。首席财务官 Hood 还透露了一个细节，
Copilot 的付费用户数在下个季度会继续增加。微软还推出了一个叫 Copilot Starter Plan 的低价方案，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目前已经吸引了大约500万中小企业用户。Copilot 的毛利率大约 85%， 甚至高于 Office 365的 70% 多。如果付费用户能从2000万增长到1亿， Copilot 本身就能成为一个年收入超过360亿美元的业务。消费者版 Office 云收入增长 33%， 动态365收入增长 22%， LinkedIn 收入增长 12%。 另外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业务是 GitHub Copilot， 这是面向开发者的人工智能编程助手。全球超过1亿5千万开发者使用 GitHub， 其中付费使用 Copilot 的开发者数量在快速增长。如果说 Office Copilot 抓的是白领市场， GitHub Copilot 抓的是开发者市场，两个合在一起覆盖了知识工作者的绝大部分。个人电脑业务是唯一下滑的板块，收入132亿，同比下降 1%。 Windows 授权收入下降，但这跟人工智能无关，这是个人电脑行业本身的周期性问题。但微软的游戏业务在2023年花了750亿美元收购了动视暴雪之后，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游戏公司之一。使命召唤、魔兽世界、暗黑破坏神全在微软旗下。这块业务虽然不是增长引擎，但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和品牌影响力。风险方面，第一，资本开支回报的不确定性，1900亿美元花出去，要几年才能变成收入？如果人工智能的需求增速放缓，这些基础设施可能变成过剩产能。第二， OpenAI 的独立化。OpenAI 正在从盈利性改制走向独立上市，微软跟 OpenAI 的关系从独家合作变成了普通的云客户关系。虽然微软仍然持有大量 OpenAI 的股权，但技术绑定在松动。第三， Copilot 的变现能力。如果 Copilot 不能证明每月30美元的价格对企业客户来说物有所值，续费率可能下降。埃克曼的赌注很清楚，他赌微软是全世界唯一一家同时拥有大规模云基础设施和大规模企业软件分发能力的公司。谷歌有云，但没有 Office； 亚马逊有 AWS， 但没有企业软件； OpenAI 有模型，但没有分发渠道。微软什么都有。21倍市盈率买这样一家公司，埃克曼说这是近年来最好的机会。51个分析师，0个说卖，但市场显然还没有被说服。微软今年至今仍在跌，但 Evercore 的首席技术分析师指出，微软的股价已经回到了一个从欧洲金融危机以来就一直守住的长期支撑位。他说，微软目前是整个科技板块里走势最好的图表之一。技术面和基本面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最终决定微软命运的不是埃克曼的钱，也不是分析师的目标价，而是1900亿美元的资本开支，能不能在接下来2到3年里变成比它更大的收入。感谢大家观看，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你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